我是上海人，我曾经在北京生活过7、8年，现在已经有4年没有见到我的小孩了。走那天我就跟他说，我回去1周再回来聊，分手是肯定要分手的，就后面怎么办嘛。当天我也跟爸妈讲了这件事情了，他们也支持我先回家，反正就他们就是我做什么决定他们都支持我。再回去当天跟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他约我在肯德基，就是没有回家。那既然出生证明是我的，我可以把女儿带走，我也不会说不让她认你的。我说经过我的教育，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本来我面对他就不太容易，就是表达，真的不太容易表达，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可能有说的话也不是很克制啊，或者经过大脑或者怎么样，结果就是我们2个人谈崩了。那其实他的角度我也理解，他会觉得说2个孩子都是我的，我干嘛给你呢？就你退一步说，他也不是不爱孩子，他只是不想跟你一起去爱孩子。在肯德基聊崩之后，当天他就没有让我再见到孩子嘛。然后那一天我在门口等了很久，也看看没有结果之后，我就先转头，因为我妈陪我来的，我先转头去找我妈了。后来等第2天一早我再回去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就是他整个把孩子阿姨还有孩子的奶奶都转移掉了，就离开北京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其实阿姨跟我还有联系的，就说你别找我了，我现在也是打1份工这样子的。我说那你们去哪里能告诉我吗？阿姨说我不能讲。后来阿姨有偷偷传照片给我，她也知道你很想孩子，她给你看个照片现在的样子，拍了视频给我看一下这样子的。我觉得她是能理解我吧，但是她也确实打1份工，现在的主顾变成她了嘛。孩子不在北京，我就真的不会待在北京了嘛，我就走掉了，又回到上海。然后后来我手机上面收到一条体重秤的信息，是一个很轻的体重，那个体重是家里面的，北京家里面的。知道孩子在家了，我马上做了一个卧铺，然后第2天7点多就到北京，然后直接奔家去。我想我到家了，你还不让我看一眼吗？然后我就敲门，我说奶奶我回来了，我想看女儿，因为我听到孩子在里面了。不开门，就马上告诉他了，他在外面嘛，他回来跟我有一些扭打，就在门外。然后孩子没看见啊，孩子很安全在房间里，也报警了。那天警察来了俩，我也拿出我的出生证明啊，然后什么的给到警察。你懂的，就是他说啊，你们这个事情要让法院去管，我们不调解的，我们不是干这个的，你们去法院吧。我说你帮我确认一下孩子好不好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就说孩子好啊，不在这里啊，这样的。就那天整个就是人很崩溃，你知道吗？警察来了3次，当我第2次我说要不你做个笔录吧，后来我去了一趟警察局再回来，人又没了，我就在门口坐了好几个小时，我就很绝望，你知道吗？我是代孕的，他说他是代孕的。回家之后又问了很多人，就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大家都觉得啊你这个事情没有希望的。那我很不甘心的继续问，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来接嘛。我说我看不到孩子，那我想要打官司。那最后就是找到了我的代理律师，我的诉求就是说要确认我跟我2个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伸张我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权利。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他是你们2个人当时合意创造的一个孩子，他的出发点是因为你们俩的爱，所以他是名正言顺的来到你们的家庭的，他是你的孩子，哪怕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那时候是2020年的4月1号在小城市立案的，移送北京的时候已经是2020年的10月份了，11月10号第1次在北京丰台开庭。很紧张，就是人还会有点发抖，你知道吗？就是
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跟你曾经的爱人面对面过。但是我的情绪有点没法控制，就是你很难想象说以前这样的一个人跟你现在在对立的一个状态下面，甚至他说了很多不实的话，所以你就觉得天哪，就是还是有破碎掉的，呈上很多证据都是我这边整理的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充分。那他也承认这些事实，法官就难了，就他要面对很复杂的一个状况嘛。庭审之后，我就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以年为计的等待，而且当中我也问过，说他怎么没有就是不宣判吗？没有时效吗？说告诉我就是说这样的案子他没有实现，所以我只能等。当中我也给法官写过信啊，怎么样，他们也没有做出表态。现在就是2024年的5月了，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这4年很难的，就他把你原来的一个东西完全打碎了，包括你自己的自尊、自信，你的一个人格，他都把你打碎了。就首先你的家庭没有了，就你原来就是说觉得已经很稳定的一个家庭生活不存在了，我会归因在自己身上。到底是什么毁了这一切呢？是我自己有问题吗？而且一直陷入在很痛苦的一个情绪里面，因为你看不到孩子，你很想他们，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能接受的。诉讼它就很漫长，它让你有太长未知的等待了。你甚至都可能问了2、3次之后有什么进展，告诉你没有进展之后，你都不好意思问。在漫长的等待里面，人会麻木掉。我最差的状态就是抑郁的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嘛，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劲来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还好我去上班，就每天有个目的地要去，然后正经上班，然后但是回来之后你就空空荡荡的，人就很荡。爸爸妈妈也有鼓励我，但是我觉得在父母面前有一种羞耻感，特别的尊重我，特别的接受我，所以我才有羞耻感。你就觉得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就是理解你了，希望你过得好，但是你还是过得稀巴烂的回来，他们还是没有骂你，他们还是支持你，帮你振作起来。就真的巨大的羞耻感，觉得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你在这个等待当中，你没有任何的信息能够跟他们交流，但是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也会压抑不住的想要问你说，哎呀，现在进展的怎么样了？但是每次我都跟他说没有进展，我也觉得很气恼，你明白吗？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碰到我类似的一个事情，他也看不到孩子，他的律师来找我，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某某某死了，他还没有立案，他就已经病死了，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看不到孩子，就是情绪很差，然后失眠，最后垮了，死了。我突然就觉得说我不能死我就觉得说你死了好像就是什么就都没有了，你连去为自己争取的一个条件都没有了。我要等这个结果的话，我要调整自己去能够过下去这些日子，是吗？这个过程里面除了就是我自己嘛，但有在努力调整自己，然后幸好还有就是身边有朋友很理解我，很支持我，然后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就是发生这一切，甚至还是全心全意的支持我。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做得那么好，但后来渐渐的很明确的就是我要让自己过得很好，我才有机会看到孩子。我就希望自己好起来，就什么事情让自己开心我就去做什么事情。那也追过一段时间星啊或者怎么样的，会有一点点沉浸在里面，就会说还很短暂的快乐吧。后来还有健身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可能你空的很大块的时间，你投入到去塑造自己的形体啊或者怎么样，有看到一些改变，还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也会找回来很多的自信。
然后也看到说身边确实也有跟我一样的人。现在其实同志家庭很多嘛，好的挺好的，但是不幸的还是有很多，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你也看不到。那因为我自己走过来了，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的。如果我的事情能够给大家一个预警啊，或者是对大家有一个思考啊，甚至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帮助，我其实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也会考虑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是也需要在一起的一些活动啊，取暖啊，或者是分享一些就是有利的信息这样子。所以我会想去做关于多元家庭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家庭探索频道的一个小组织，然后会去搞一些法律科普的一些沙龙，比如说议定监护的，后面会搞一些比如说同志家庭的一些电影观影会，一些就是创作分享啊，然后也会想去搞一些亲子的活动，有一些计划在进行当中。其实我是支持大家成家的，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孩子是值得的，你相爱的人，你可以有一个结晶，可以有未来的一个展望，所以我是很支持同志成家的。根据我的经历来说，从现在的一个环境下面，你的家庭可能没有保障，就可能未来会碰到就是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其实挺希望大家不要再碰上我这种很毁灭性的事情，就哪怕你在前期把一些东西就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然后大家都放在台面上说清楚或者沟通好，对你一个家庭以后的发展会更有帮助。就虽然现在的环境下面可能我们的选择很少嘛，然后我们没有一些就是直接可以选择的一些法律的支持，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议定监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法律的工具来保护到我们的一些关系财产等等等等。同志成家也是一个每个人的需求，你不能去等，你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去做，包括女性的生育年龄它也是有一定限的，是吧？所以你到了时候你就应该去根据你的一个心意去过你自己要的生活。那很多东西你一边做才能一边等，我是这么想的，所以会想去说渐渐的摸索做一些同志家庭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让大家成家的怎么样把家经营得更好一点，有孩子的怎么样能够让他在这个社会环境下面比较自由自在健康的成长，没有成家的怎么样觉得说这条路还是可以走的，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后面人的一个榜样。今天是2024年的7月6号，现在出发。人好多呀，去检票了。好久没有坐过这种车了，是这样的硬座，然后会去换乘软卧。我进卧铺车厢了。只有晚上不吃甜的东西，然后今天非常想吃，好好吃。我永远会记得国际饭店的蝴蝶酥。6点27。到天津站啦，就进到小区了。4年没有回来了。调解日的第2天是母亲节，然后他说的时候，他说，哎呀，如果我们那天调解的好的话，第2天让你母亲节争取见到女儿。我觉得你还挺浪漫的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不太敢期望，然后确实也是对方拒绝了。然后提出来的是7月份才开始探视，所以就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哪怕拿到了调解书，我还是很忐忑，因为我没有真的看到女儿的那一刻，我觉得都是不作数的，你知道吗？就如梦幻泡影，所以心情就是很乱。
就是你可能拿到那个东西了，但是你不知道实际操作起来会怎么样。因为毕竟也4年半没见到了嘛。他的调解书里面说的就是说，具体实施双方协调。你说我们4年多了都不能协调，你说这个时候你再协调去见一面的话，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嘛。毕竟孩子在他那边，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所以没看到女儿之前，我什么都不能确认，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糟糕。等于我是回家看的女儿，我是先到那儿的，他爸妈在家，然后在等我。他是特意带着女儿过来的，就为了这4个小时吧。家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包括2岁时候我给孩子生日布置的一些装饰物都还在，没有动过，就又亲切又陌生，你明白吗？前后脚吧，隔了几分钟，然后他跟女儿到了。我看到女儿，一下子我就觉得踏实了。做了那么多的努力，走了那么多的费劲的路，我为了什么？首先，我看到女儿了，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等于是对我一路这么努力的一个肯定吧。虽然我一直是想说，女儿儿子我都想见到，但我觉得起码先看到女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是对我来说的一个支持，踏实。而且我努力了4年半，我终于跟女儿在一个空间里面了。我甚至觉得我很棒，我坚持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情非常平静，非常的宁静。就觉得好，我做得好，就是我也看到她了，她很健康，就我觉得很好，就是好，就是让人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努力了那么久是值得的。对方对我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说不能拍照啊，不能录音啊，不能拍视频，所以我就4个小时里面的探视时间里面，我手机都没有拿出来。他对我的要求是，我不能说孩子是谁生的，也不能说任何混淆孩子的话，这是他提出的条件。我觉得 OK， 一方面我不是完全认同他，但是那么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女儿，我不想吓到她，我想保护小孩的一个心情。否则我很突然的上来跟她说我是妈咪啊什么的，孩子可能就你知道吗，就会紧张害怕，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不想伤害她，我只对她微笑。女儿她有愣一下，而且对方全程没有让她摘口罩，4个小时里面。是的，孩子戴着口罩，然后在那边做作业。但是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相信我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偶尔偷偷的看向我的时候，把口罩拉下来，他对我笑，对，所以我能看到他缺掉的牙，他也在观察我。我不敢说他是想起我来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这个举动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的鼓励就是说，不管是眼前我的女儿，还是今天没有来到这里的儿子，我都要相信我的孩子。这就是我这次探视观察到最大的收获，给我很大的信心。